它是用台湾1500年树龄以上的神木打造而成的。据我了解，护身符是有时效的。这里的代售其实是比马来西亚便宜的，走在新宿马路正中央，整条路都是我的，要躺下也可以。我们吃完晚餐过后会来这里走走，真的是蛮小的，每一家店家可能就只能坐10几位客人。好像是某些虚拟演唱会之类的吧，他们在找比较适合的开会 rest 烧烤酱配生包菜。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g， 我们现在来到了东京的元素车站。我们今早要去的景点是一个历史圣地明治神宫。明治神宫建于1920年，是为了纪念明治维新和2位天王的。一走进来这里，就看到他们门口这个巨大的鸟居，鸟居上面你们可以看到有3个菊花的纹章，代表着日本皇族。据说呢，在日本这种鸟居呢，中间是给神走的，而人呢通常都是从左进右出。那我还是选择走中间的。因为毕竟我算是半个神嘛，男神。现在在我左手边摆放着的都是供奉的酒樽，乍看之下，他们都是日本各地知名的日本酒品牌。我们来数一下，这里有几樽。1、3、4、5、6， 216尊，每一尊大概72公升。我现在在想，如果这一面9尊墙能够完好的保存在这里几十年的时间，一定价值连城。在这一面 Sake 的对面，还有另一面墙，这里好像都是红酒的。我比较想喝这里。走着走着呢，我们就会看得到这个木质的鸟居。它这个鸟居其实是比刚刚在外面正门那一个还要再大一些。跟各位科普一下这些鸟居呢不一定全都是木质的，因为它们对树木本身的条件非常苛刻。在我身后的这个木质鸟居呢，就是全日本最大的木质鸟居，高度有12米高。建于1971年，它是用台湾1500年树龄以上的神木打造而成的。这里有一个流动型的洗手舍，据说是在肺炎过后呢，他们特地打造出来的护身符归还的地方。据我了解，护身符是有时效的，你可能每年都要求过一个新的，那你就可以把旧的放回这个地方。可以看过了，会换一个。好晒。今天几号啊？许愿。除了刚刚那个信封的许愿，它有另外一种许愿方式，就写在这个木片上。这个木片呢要500yen一片，那你可以把愿望写的挂在这里。今天刚好有一场婚礼在这边举办，据说能够在明治神宫这里办婚礼呢，都是非常传统的正式的，费用也相当的昂贵。听说要办一场60人的婚礼呢，需要300万日元。我们现在从明治神宫走回来了，元素车站旁的竹下通 Takeshita Street。这条街有着各种各样的时尚店、小吃摊和各种创意商店，同时也是潮流和日本文化的聚集地。这里的代售其实是比马来西亚便宜的，因为他们每样商品是100yen，含税是108，所以兑换过后呢，就等于3块多马币罢了。好，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扭蛋店，它这里的扭蛋种类真的是超级多，看得我有点眼花缭乱。马卡龙自动贩售机，这一颗要850。个人认为竹下通这里是一个非常热闹、充满年轻活力、欢乐的地方，还蛮适合情侣来这里约会的。
奶鸡肉给。买到了 strawberry 加 vanilla ice cream 加 cheesecake， 给你们看一下。好像看不到。我们现在坐进来一家炸猪排的店面，它叫 Tonkatsu Mason。我们被带进来我们的座位了，它算是一个半包厢型的房间。它这里感觉上也稍微高级一些，一般套餐的价格在2000多到3000多yen左右。比如说是白萝卜汤的。吃饱了，这间东嘎子梅森感觉还不错，它是属于那种微奢华的猪排店的。刚刚我吃的那个套餐就是有一个炸猪排，2个炸生蚝，白饭味增汤任续，价格是2500yen。在这种大热天进到去里面的环境非常舒服，人气够强，而且服务蛮好的。所以如果你们有来到这一带又想吃炸猪排的话，可以考虑去那里试试看。好，那我们的元素行程就到这里了。这里礼拜天整条路都封来给行人逛。现在我们的第一个行程就是要逛这一家 Big Camera。Big Camera 是日本的一家电子产品连锁店，在日本非常有名，有非常多的分店和悠久的历史。走在日本的街道上，走着走着，突然间几百yen就不见了，因为这些扭蛋机太吸引人了。目标是红色的3级。你们剪刀石头布赢了先去。石头布。哦，看到有一点黄色。3级。我们现在在相机楼层，那乍看之下它的品相算是蛮齐全的，可是价格就不一定会比马来西亚便宜哦。建议你们要买之前呢，先做好你们的功课。我近视太深，看不见。逛完了这个 Big Camera， 个人感觉蛮无聊啊。可能因为没有需求的缘故，所以就随便乱逛。现在呢，我们要到它对面的这一家药妆店去买一些面膜啊、保养品之类的。据说来日本一定要逛药妆店。好，刚好买过免税，毕竟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挑起来比较麻烦一些。由于它上面的标签全部都是日文的，所以如果你不会日文，可能会有些麻烦。但是你可以问他们里面的店员，他们普遍都会说中文和英文的。礼拜天的新宿真的是超多人，超拥挤啊！在新宿这个热闹喧哗的城市里呢，还隐藏着一间很漂亮的神社，就是这个花园神社。这里其实离这个五季町走路的话，只需要5分钟的路途。从我刚刚一踏进来这一块开始哦，我就感觉到周围安静平和了许多。据说这个花园神社是当地人祈求爱情、幸福和事业的地方，那也有很多艺人会来这里参拜。一个比一个高级。花园神社里还隐藏着一个缩小版的这个鸟居。我刚回 Airbnb 整顿了一下，现在我们要在6点赶去新宿街头见见我的老朋友。我朋友就在后面，上面那栋楼那里，看见吗？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这一间天下一品店的前面，这个 Godzilla 就是在这个 Hotel Glacier 的顶楼。我们等到1分钟，它应该会喷火。好，这个 Godzilla 头像据说每小时整就会有一些动作啊，我们就在这边等它，它应该还有10几秒就会动了。要是它没动的话，应该是睡着了。它亮了。
在这个拍哥吉拉的街上，会有很多穿着西装衬衫的男人，他们应该就是要为他们的店招生意。有一些可能是居酒屋，有些可能是烧烤店，但也有一些是路边这种无料案内所。据我在网上的了解，他们基本上就是要介绍一些女生给你认识，这什么意思你就自己领会领会。现在呢，我们要出发去我们的晚餐地点，我们都有个这回忆小巷。好，我们现在进到来了这个新宿的回忆小巷里吃晚餐。这里之所以会叫回忆小巷，是因为它充满日本古时候传统复古的氛围。据说这里是在当年2战后期资源匮乏的时代，当地居民为了生计，也在这里开启了许多小酒馆。这个小酒馆就像人字面上的意思那样，真的是蛮小的，每一家店家可能就只能坐10几位客人。有楼上。好，我现在坐进来这一家松屋。那刚刚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松屋其实是一家连锁餐厅，他们主要的产品是牛肉粽饭、日本咖喱跟定食，也就是所谓的套餐。吃手鸡蛋了，明天的行程我就没有预你了。拜拜。后天见。第一次吃牛肉咖喱配生熟蛋的，吃饱了。其实蛮推荐吃这一家马之鸭的，我这样子吃下来是828yen，然后饮料是免费无限续的。那现在吃饱了，我们就要前往我们下一个景点 Namco Tower， 日本最大级超大型店。这是什么店？在歌舞伎町的街头也是有这种街头表演艺人，让我想起西门町一群人特地跑来看麦当劳的价格如何。Big Mac 830yen是20多马币，他们的冰淇淋看起来跟我们不一样哎。DVD 鉴赏就是在里面看小电影，60分钟600yen就是20马币左右。那为什么他要注重完全防音呢？这是什么魔法？哦，原来这个 Namco Tower 跟这个 Tokyo Kabukicho Tower 是同一栋。那我们现在要进去了啊！这里看起来有一些大学生或年轻人直接席地而坐啊，在这边野餐。我现在其实有点看不懂前面这群人在嗨什么，不过我们还是过去拍一下。好像是某些虚拟演唱会之类的吧。那这个 Kabukicho Tower， 那里面最主要的景点应该就是那个 Namco Tokyo， 还有他们4楼那个 Tokyo Matrix。Tokyo Matrix 是一个虚拟破关游戏，它的主题是之前很红的那部动漫《Sword Art Online》。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在歌舞伎町的范围里了，可是我们要找它的那个一番街的招牌。在找的同时呢，和你们介绍一下歌舞伎町为什么会那么有名，是因为它除了这里晚上灯红酒绿的各种餐厅、酒吧、夜总会之外呢，它也是全亚洲最大的红灯区。正是因为这一点呢，有一些外国游客就对这里有一些刻板印象。那今天我们就以普通游客身份来这里走走看看，最后再和你们分享一下我们的感想。普通游客？难道你是不普通游客吗？是大神游客。这个是老司机。我们会常见所有的服务。好，我们现在迷路了。歌舞伎町这里其实有5条街哦，有1番、2番、3番、4番和5番街。那我们要找1番街。现在我们在迷路的缝隙呢，经过了非常多的 hotel， 那门口就挂着各种 rest 跟 stay 的招牌，有2个不一样的价格。
那 rest 顾名思义就是休息，越休息越累，不知道为什么。那 stay 就是过夜吧，就是一般睡觉的价格。据说歌舞伎町这里小小的一片区域就有数百家风俗店和各种成人产业。我们现在2个男生迷路在这种地方，周围一个女的都没有，人家会不会误会我们？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很像，就是老夫老妻的样子，可是他们不是夫妻，他们在找比较适合的开会 rest。我们终于找到了，它好像离刚刚的那个 Namco Tower 那边附近罢了。那尽头就是那个一番街的招牌啊，有这一点可以证明我对这里真的不熟啊。老实说，如果你完全看不懂日语，就是你是一个对这里一概不知的游客，你走到进来，可能你不会发现他们是在做那种生意。就那种 Amsterdam 就看得出来是在那里睡啊，因为他直接脱光站在外面的橱窗里。我笑最重的味道是烧烤味啊，算是简单的逛完了这个歌舞伎町这一带。那现在呢，我们要过去体验一下那种传统的日本居酒屋。好，我没想到这家店那么难找的。那因为它是在5楼，它不是在街边，你望就望得到了。保利多卖半冰，终于找到了活力，在5楼非常隐藏的地方。关门掉。现在我们坐进来了这家Hanbei Shinjuku，我们3个人嘛，他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类似包厢的地方，里面的氛围很特别，有一种昭和时代的感觉。感觉上它的吧台那里也蛮有氛围的，当然坐在这里就比较有私人空间。那我点了我的饮料，这一杯橙汁的 cocktail， 那它价格是390yen，但是它最便宜的酒精饮料呢是不到10块钱马币的。Cheers！ 只是猜嘛，还有料，烧烤酱配生包菜。喝了2杯小酒，那现在我们正在回饭店的路上，现在就一边回去一边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行程。今天一整天的行程，我个人最喜欢的景点应该就是元素的竹下通那里的。没办法，我个人就是喜欢元素竹下通那里的年轻时尚感，年轻人喜欢年轻的地方也是合情合理嘛。话说回来，刚刚到歌舞伎町还有这个日本传统居酒屋的体验呢，都还不错。然后刚刚录到一半，麦克风突然没电，那现在回到了饭店来继续做我们的总结。刚刚说到歌舞伎町那一带，我个人走下来觉得治安并没有想象中的差，也没有像网络上说的那么不安全。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东京双数 Vlog 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将会带大家到动漫仔的天堂秋叶原那里去逛逛。喜欢这支影片，欢迎按赞并订阅留守我们下一集影片吧。我是 Wings， 我们下次见，拜拜。他这里的许愿是写了你的愿望放在一个信封，然后再把你想要捐的钱放在信封里。这几天下来了3000。哦，要来啊。